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7月5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7月3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 234.56， 收盘价是 246.39， 在盘中最高价是在 248.35， 最低价是在 234.25。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4个点。那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收在各条均线值的上方，并且也在前一个交易日 K 线最高的上方。当日的成交量是 1.666 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81 倍量缩。KD 值双线是继续上行，开口略有缩小，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上行的走势中。MACD 双线也是继续上行，开口增大，并且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那这样的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多头趋势在继续增强。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7月3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有上影线的实体长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那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上涨的行进中。那当日的这根 K 线我们会看到它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然后开盘之后股价是一路向上，最后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的高位。那在下方呢留下了缺口，那我们会看到继续出现一根强势上涨的 K 线。那么我们也会关注到当日的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日是量缩，并且呢当日的 K 线是留有一个短的上影线。那出现这样的价涨量缩，然后留有上影线呢，说明当日的这个强势上涨呢，在上方是遇到了一个小的压力。那么出现这样的信号呢，也就是说股价日后很有可能会出现回档的走势。好，那这是我们对于这根单一 K 线来描述的。那么我们再来看 K 线组合方面，在7月3日继续生成一根实体长绿 K 线，我们会看到它与7月2日和7月1日这个两根实体长绿 K 线组合起来，这叫连三绿。出现连三绿的 K 线组合架构那么它是一个上涨的动能，也就是在接下来的交易日股价会继续上行，或者至少会有新高的出现。所以我们如果从 K 线组合方面来说也就是股价日后依然会出现或者说叫继续上涨。对，那么我们说这样的一个上涨的动能，我们把图缩小，这样一个上涨的动能呢，将预示着股价会开启新的这个一波的上涨的走势，当然也很有可能会出现回档再上涨。对，那么这个连三绿的上涨的动能，要想瓦解它，就是日后股价要跌破7月1日这根 K 线最低，也就是在200这个位置，实际上也是200关口。那也就是说，日后股价如果出现回档，只有跌破了200关口，才能瓦解这个上涨的动能。那么否则呢，这个上涨的动能将会一直存在，也就是换句话说，不跌破200关口，那么股价依然会出现回后再上涨的走势。好，那这是我们对这根K 线组合的一个描述。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讯我们对7月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
继续上涨，收盘价会在239附近，在这个位置。另外一个可能，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回档，收盘价会在226。当然它们都是带有条件的。实际在7月3日收盘价是在246.39，股价是继续出现了一个上涨。那至于我们预测的收盘价点位239啊，虽然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差较大，但是实际走势和我们预测的走势是基本相同的。并且呢，收盘价的性质也是完全相同的。那走势为什么相同呢？我们预测也是股价会出现跳空的高开盘，然后呢生成这根 K 线之后依然留有缺口，所以我们预测的走势和实际的发生是相同的。收盘价的性质相同呢，就是说这个收盘价都是站上了前一个交易日 K 线的最高。对，好，那么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说出现连三绿，股价会有继续上行的走势呢。我们首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好，那么对于7月5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上行的目标不变，依然是265。那在到达265之前，由于在这个7月3日出现了是含有上影线的一根实体长绿 K 线，那么这根 K 线的最高也就是 248.35， 实际上这个位置将会成为一个小的压力。所谓成为小的压力呢，就是我们会看到连续3个交易日出现这样的一个上攻，也就是上涨。那如果出现回档呢，很有可能会在7月5日在前高这个位置遇到压力。对，也就是如果比如说一个小幅的高开盘，或甚至是一个低开盘，那股价在上行的过程当中，很可能继续在这个地方遇到压力而出现回档，或者是出现横盘的现象。所以这个248这个位置将会成为股价到达265之前的一个明显的一个压力位。当然我们说其实这个位置是临近250，也是一个整数关口，那这个地方是一个标志位，其实也就是一个强压力。当然我们在之前的视频当中都提到过，就是出现这样大幅的上涨之后呢，其实站上这根趋势，就是这个下行趋势线之后每一个点位一直到265都是强压力。对，好，那么这是我们说在到达265之前关键的点位。那站上265其实就是要收复自2023年12月28日以来的这一波下浮。那一旦站上这个位置，我们说将会瓦解自2023年7月19日以来的这个中长期的空头趋势。因为目前我们说股价从长期的趋势、中长期来看还是空头趋势，上方依然都是头低，下方一直是底低，所以要想瓦解这个中长期的空头趋势，首先就是要重新站上265。对，所以这是股价或者说是265，这是我们把它设为一个目标的原因。好，那这个位置如果被站上，当然就是要收复这个彻底瓦解这个长期的空头趋势，就是要站上299，实际上也是300关口附近。300关口就是299这个位置被站上之后，将会继续出现头高。那其实我们从趋势上来看，那么自2023年1月6日以来的这个多头趋势将会继续被确认，因为下方是有底高的，上方还差一个头高。对，所以呢，那么这个位置呢将是第二个目标。实际上股价我们说在站上265之后是很容易能够到达300关口的，但是300关口呢
它肯定又是整数关口，又是我们会看到一个对于趋势发生改变的一个关键的点位，所以我们说300关口将是一个强压力。那我们指的是在突破这个1号趋势线之后来说的。好，那么再向上就是314，就是要收复这个自2022年9月20号这根 K 线的最高。那我们继续延伸来说，如果314这个位置被站上，其实我们会看到，那股价实际上自2021年11月5日这根 K 线最高，也就是特斯拉股价历史最高，我们会看到从这个位置开始，现在是一个长期的空头趋势。那股价如果能够站上314，实际上也就是瓦解了这个历史最高点以来的空头趋势。那么我们认为这个位置如果被站上，股价是很容易去测试这个特斯拉股价历史最高的，就是目标是它。对，好，那么目前我们说上方这是股价的3个上行的目标。那从目前来看，股价这一波上行的真正的目标，我们会看到，到目前收盘价的这个位置来说，目前股价的真正的目标就是300关口，因为站上这个位置我们会看到将会继续延续这一波下浮以来的一个多头趋势。好，那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然后我们再补充说明一下，就是说在7月3日继续出现一根实体长绿 K 线，我们会看到已经连续2个交易日站上了这个1号趋势线，就是这个之前我们说的这个强压力，并且呢，现在股价已经是这个站上了，就是说大幅高于这根趋势线，所以这根1号趋势线其实目前已经是被瓦解了。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股价的上行的一个表现，我们来关注265和300关口。好，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那么1号趋势线虽然我们说被瓦解了，但是呢，我们先不去除它，因为股价出现回档之后，这个1号趋势线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支撑，所以我们继续保留这个1号趋势线，然后作为日后股价的一个走回档，如果出现回档走势的一个观察。对，好，那么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当然就是这个下方的177，这是股价这一波强势上涨齐涨的这根 K 线的最低，也是目前股价短期多头趋势的前低。对，所以股价下行的目标一定是要跌破177。那在到达它之前，目前我们说强支撑就是这个缺口，还有就是例如在7月5日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我们测算是在230附近，那这个位置将是股价回档的一个强支撑。当然还有其他的10日均线值、20日均线值，其中我们说，如果股价在跌破了5日均线值之后，这个下行的趋势线和之后交易日 K 线的焦点也会成为支撑。所以我们说股价要想跌破177呢，我们说这是将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目标，因为在这个地方我们会看到是有护城河的。对，好，那177如果被跌破，当然接下来就是168，那也就是要瓦解自2024年4月22日以来的多头趋势
对，然后168被跌破之后，当然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39。139如果被跌破，其实我们会看到，那将会继续，这个从大的趋势来看，会继续目前股价的空头趋势。这个空头趋势，我们指的是自2023年7月19日以来这个高点来说的。对，如果是跌破了139，对，当然如果再继续向下，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有102这个位置。那这个位置被跌破呢，将会恢复就是由特斯拉历史最高这个位置来建立的空头趋势。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7月5日盘中开盘之后我们要关注的位置。好，那之前我们给的关注的位置呢是，对于7月3日来说是前一个交易日，这根实体长绿 K 线，上1/3的这个位置。其实在当日的这根 K 线是个跳空的高开盘，是根本就没有回踩到这个位置的，所以股价是收高的。那到了7月5日，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是这根，也就是7月3日这根实体长绿 K 线它的收盘价，我们要关注246.39，我们取整数246。实际上就是这根 K 线实体的上沿。好，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个位置呢？也就是在稍后我们会给出预测的信息，也就是我们预测在7月5日股价仍然会出现一个上涨的走势，但是一个条件呢，就是说股价在盘中要在这个146上方运行我们认为才有可能继续出现一个强势的上涨。但是如果不继续出现这样强势的上涨呢，如果股价在246下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很容易会出现回档，或者是在这个地方出现一个横盘的走势。所以在7月5日盘中，我们要特别关注246。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目前我们有一个40%的多头仓位，我们具体来描述一下。那么我们分别是在6月12日收盘价5%建仓。然后呢，在6月17日、6月26日，还有7月1日，这3个位置是10%加仓。然后在7月2日收盘价这个位置是5%继续加仓，所以呢，这个多头仓位累积到现在是有40%的仓位。那这40%的仓位的成本价是在200这个位置。对，好，那么我们在前一期视讯给出说，到了7月3日，我们这个仓位给出的停利的位置是在215附近，也就是守5日均线值。止损的位置呢，我们守这个20日均线值是在190这个位置。那实际呢，我们会看到在7月3日并没有出现回档，出现的是继续的一个上涨的走势。所以这个仓位现在是没有被停利出场的那如果在7月3日这个仓位没有在高位获利出场呢，到现在依然是持有的。好，那我们继续延续这个仓位来说，那么到了7月3日收盘价在246.39这个位置，对于这40%的仓位，我们要继续加仓。也就是
在这个位置我们继续加仓5%，因为现在股价出现这样一个大幅的上涨的走势啊，通常我们都是以10%的这样的一个单位来去加仓的，但是出现这样强势的上涨呢，由于我们要保住利润，所以我们采取是5%的加仓。这样股价一旦出现回档跌破5日均线值呢，可以赢得更多的利润。对，好，那么在这个位置5%加仓之后，那么我们整个的这个持仓就达到了45%，成本加仓之后，成本价应该是在230附近。对不起，说错了，是在205附近。对，但是呢，我们在做这期视讯的时候呢，已经是这个7月3日盘后时段已经是收盘了。那么如果加仓的可能呢，应该是在7月5日的盘前时段。那我们现在看到目前特斯拉股价收盘盘后的收盘价是在248.435这个位置。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加仓的这个7月5日盘前才能加仓，那么我们使用的数值呢是248。那么这样一来呢，45%的仓位成本价已经是到达了205，是在这个位置。对，是在这个位置。好，那么加仓之后，到了7月5日，我们给出的停利的位置是守5日均线值，也就是230这个位置。那股价日后如果出现回档跌破5日均线值，那么我们这个仓位是可以停利出场的。那么由于现在目前的股价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成本价，所以呢我们继续给出止损位吧，因为作为一个参考啊，不是参考，是就是作为一个数据吧。那说这样的一个仓位，我们守止损，通常我们是守20日均线值。20日均线值如果对于7月5日来说是在200关口附近。对，所以我们说现在股价如果说是那这样一个多头的仓位呢，我们是已经稳稳的是有获利了。对，然后呢，我们再补充说明一下，就是说目前我们加仓之后，如果到达了45%的仓位，那么我们成本价是在205。那么我们怎么测算我们的利润呢？我们的利润并不是目前的246的这个收盘价的位置，而我们的利润是在230这个位置。对，也就是230乘以目前的持股数才是我们真正的收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停利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也就是股价出现回档的时候啊，我们可能不会出场，那只有跌破5日均线值才会出场。所以实际上我们现在盈利的点位是在230这个位置。好，那么这是我们对多头的一个描述。那我们继续来这样一个仓位我们就都描述全了。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假如之前一直没有进场，我们会看到股价出现连续3个交易日出现这样一个大幅的上涨。那在246这个地方，我们是否可以进场呢？当然可以进场，因为在技术上，我们刚才说了，我们加仓的这个条件呢，就是收盘过前高，然后是成交量增。虽然目前股价在这个位置成交量是缩，会预示着股价会出现回档，但是出现这样连续的跳空的高开盘，然后出现实体长绿 K 线呢，那么我们说这个上涨的动能已经这个成立，那这个上涨的架构也建立，所以我们说股价一定会有，至少会有新高的出现，一定会是一个上涨的走势的。
对，所以我们说在这个位置加仓，那在这个位置也可以5%进场抢反弹，但是在这个位置如果进场抢反弹，守止损要守这根 K 线的最低，我们可以把这个缺口和这个 K 线连接起来，那我们守231，也就是在这个地方5%建仓之后，如果股价跌破了230，那么止损出场。好，那这是这个我们讨论的在这个位置是否可以进场。那我们再来回顾，其实在前一期视讯我们也给出了，就是说在之前如果没进场，在7月2日收盘价231这个位置是否可以进场呢？当然可以进场。在这个位置如果5%进场呢，我们给出的止损也是守这根绿 K 的最低或者这个缺口的下沿啊。那如果在这个地方5%进场，那在7月3日我们又给出了加仓，那么在这个位置进场的仓位，那么到了7月3日收盘价是可以继续加仓的5%，所以这样一来就有10%的仓位。那么这10%的仓位呢，我们说我们可以守5日均线值，对，也就是跌破5日均线值，我们要止损出场。好，那这是我们对就是说如果之前没有进场的这样的一个账户，就是在现在是否可以继续初次建仓？对，因为我们说股价出现这样连续的上涨啊，实际上是持有如果一直没有进场，错过了这一波涨幅，实际上是这个要等待回档再进场的。但是呢出现这样强势上涨，它一定是不给我们机会出现回档，然后让我们再进场的，一定是出现连续的拉高，连续拉高之后呢，也再进场呢，可能就没有这样的信心了。所以我们说，我们依据技术上的操作建议，我们不考虑股价的价位有多高，我们只考虑技术上的这个操作的原则对，这样可能会更就是说不受情绪的影响。对，好，那么这是我们说的多头。那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目前它的目标就是要跌破5日均线值，就是要回档。对，那么面临这样的一个强势的多头我们说现在空头应该是没有力量的。对，那么空头的目标就是要跌破5日均线值在230，那么空头要守的位置呢，其实就是从248一直到265，这都是空头要守的位置。空头目前实际上是守不住的，只有比如说目前有多头的力量推动股价上行，什么时候多头的力量减弱或者撤去，那么我们认为才会有空头的力量介入，否则现在空头我们认为是应该是不会进场的。对，好，那这是我们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在7月5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前高248，第二个压力位是265，第三个压力位是这个缺口281到290，第四个压力位是299。下方我们再来看支撑，首先到来的支撑就是这个缺口，是从231到234。第二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我们测算是在227到229之间。第三个支撑呢，是下方的这个缺口是213到218。然后第四个支撑我们给出的是208，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对，我们给出这4个支撑。然后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在194附近，在这个位置。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7月5日股价走势预测。
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出现上涨的走势。如果是这样，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48，在这个位置。那如果是跳空的高开盘，我们认为股价会回踩到250，也就是继续在这个地方留下缺口。所以最低我们会给出2个位置。那么上方最高会到达263，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59附近，在这个位置。好，那么出现这样继续上涨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50或者248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继续出现这样的上涨。那我们再给出另外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对，那出现横盘或者是平盘。对，那横盘呢，我们认为股价会是高开盘，然后呢，股价在盘中最低会回踩到246，在这个位置，上方最高会到达251，也就是会出现新高，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47附近。那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上呢，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51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上的走势。好，那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7月5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